我和周公女儿畅谈一夜后，所有人都觉醒异能，我也成了全球排行第3的异能者，却被迫在第7局上班，而且局长还是全球排行第2的异能者。第7局的局长程安，我曾经问程局，全球排第1的异能者是谁？程局抬头看向遥远的天边，他很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中了。我点头，真遗憾，年纪轻轻就挂了。然后我被程局重重的胖揍一顿，但是程局私底下偷偷告诉过我，我们局的王牌之一，复仇女神沈若曦夏就是他的前女友。听说后来还得罪他，浓浓的八卦之火瞬间点燃了我。大佬的八卦听起来就是带劲啊！我追问程局后来的事，程局却在闭口不言了。我很强，我们程局更强，我们2人联手，打得整个全球的异能者老老实实的听从第7局的管理。于是第7局成了这个星球上官方的异能者管理机构。我本来以为可以安心在局里养老，直到有一天，一件看似普通的东西打破原本平静的生活，而我也被卷入一场跨越20多年的对决中去。那是一个晴朗的早上，程局安排我去档案室查阅一些证物，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我突然发现一部沾满灰尘的蓝色手机。我好奇地走过去，拿起了它，仔细端详。它的款式很旧，旧到只有按键，外壳的边角磕磕碰碰，一看就被人使用过很长时间。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老叶，你在看什么？”我一听就知道那是我的老搭档李阳，于是回头笑道：“没什么，老李，程局让我来查点档案，这不就在角落里看见了这个，看看稀罕物件了，20年前的款式了。”说完，我举起手机给李阳看，李阳瞅了一眼，露出了然的神情：“你说他？确实，之前好多人都看到过他，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个档案箱里的，早就没有店开不了机，所以就把它放在角落里了。原来是这样。”说着你点点头，却鬼使神差地按一下开机键。下一秒，让我们俩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随着一声震动，手机竟然开机了。在手机屏幕亮起的那一瞬间，我的脑中似乎隐约响起一个阴沉的笑声，而李阳也被这一幕弄得连连惊呼：“这怎么可能？他放在这儿有10多年了吧？怎么可能还有电？而且我们之前试过很多次啊，哪怕给他插上充电器也开不了机。”闻言，我的眉头皱起，想起那个若有若无的笑声，心里莫名的升起一股心悸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样。我仔细观察着手机，随后看向李阳，是有点奇怪，而且手机竟然还有2/3的电量，这根本就不像一部放了10多年的手机。正当我要试着操作手机的时候，程局的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叶小凡，你个兔崽子，我让你来查点档案，你他娘的干了什么？”我和李阳惊讶地回头，看到怒气冲冲进来的程局，你一脸委屈：“程局，我啥也没干啊，就是刚刚看见这部手机，我摁了一下，它就开机了。”说完，我把手机举给程局看：“手机，我看看。”程局的眉头一皱，接过手机仔细查看起来。趁着他查看手机的当口，李阳小心翼翼地问：“程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程局闻言皱眉：“就在刚刚，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从档案室传出，瞬间就覆盖全球。这股精神力量像是一种讯号，我隐约感觉到，似乎很多邪恶的灵魂在全球各地苏醒，并且开始朝着我们的方向聚集。”听到这话，我和李阳对视一眼，都看到彼此眼中的沉重。程局是全球最强的精神系异能者，在精神方面他是绝对不会出错的。而且刚刚手机开机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丝心悸，可是我就是手贱开了个机而已，怎么给整出这种破事来？这时程局已经翻看完手机，他将手机递给我，手机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不管怎样，确实是有很多邪恶的灵魂苏醒。这样，李阳，你马上带人封锁这里，不许任何人进出。叶小凡，你发召集令，召局里所有的 S 级王牌回来，我们要马上开会商量对策。是。说着，李阳就要转身去准备，可没想到你转身就叫住他：“等等，程局，你看这手机里不是有一个文本文档吗？叫星际源第一个异能者点 TXT， 好像还是一篇小说。”我举起手机给程局看，程局闻言看向手机屏幕，下一瞬他的眉头皱起来：“哪有什么文件？这上面明明一片空白。”经过反复确认，最终程局问道：“你是说你看到上面有一篇小说，而我们却看不到？”我的神色也变得无比严肃：“是的，程局，在我的眼中，手机上确实有一篇小说，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您看不到，可联想到刚刚只有我能让手机开机，我怀疑这个手机有一些隐藏的机制，只有我能触发。”程局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开口：“你说的有道理，那你打开这篇小说看看，说不定我们能从里面找到答案。”我点点头，正要点开，手突然颤抖一下。程局见状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我连忙开口：“程局，他刚刚震动了，是收到了一条短信。”程局听后又让李阳确认了一下，确认李阳也看不到后，满脸凝重：“先看看短信。”我应了一声，点开短信看了起来，可刚看到第一句话时，一股巨大的恐惧便瞬间爬上心头。我脸色极其难看地看着程局，额头上隐约有汗滴渗出。程局看到我的反应，意识到事情的不妙，连忙出声询问：“发生什么事了？”我沉默着没有说话。程局见状反应过来，他咳嗽了一声：“李阳，你马上去以我的名义发召集令，让局里所有王牌马上回局里开会。”李阳连忙应下，转身走向门外，还顺手关上门。下一瞬，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席卷而出，覆盖整个房间。程局看向我说：“吧，现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没有人可以探查。”我深吸一口气，看着他：“程局，我还是给您念一下短信的内容吧。”
说完，我举起手机念起来：“尊敬的叶小凡阁下，恭喜您打开世界毁灭的开关。我十分遗憾地告诉您，当您打开这部只有您能打开的手机时，一个被人遗忘的、足以毁灭世界的恶魔就进入苏醒的倒计时。我封印了他20多年，然而他终将苏醒，并毁灭世界。现在您是能打败他的唯一希望。您一定好奇，为什么只有您可以操纵这部手机？因为您是唯一一个拥有被世界意志加持过的异能的人，这一点连现在您身边的程局也做不到。哦，对了，忘了告诉您，在这场同恶魔的博弈中，他是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程局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他声音沙哑：“还有呢？”我继续念，接下来我说的话，请您务必记住，打败那个恶魔的关键就在手机里的那篇小说中，请您务必一字不落地读完那篇小说，然后打败恶魔的方法便自然会浮现。祝您好运。场面陷入沉静。过了一会儿，程局终于开口，虽然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场恶作剧，但是直觉告诉我，短信上说的恐怕是真的。毕竟刚刚那股精神力量产生的时候，我浑身竖立起来的汗毛可不会骗我。程局似乎想到什么，他看向我：“叶小凡，你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他回复一条短信，说不定我们可以与他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我点点头，手指在键盘上飞速的摁动。不一会儿，一条短信被我发送出去，仅仅过了2秒钟，手机就震动起来。我连忙开口：“程局，他回复了。”程局的眼睛一亮：“你问的什么？他怎么回答的？”我回道：“我说在吗？他回复在呢。”程局头上的青筋凸起，看得出在极度的克制自己。你问他点有用的。我赶忙回道：“好的。”说完又在键盘上快速敲击着。程局探过头来：“你问的啥？”我回道：“我问他，确定只有我能使用这个手机吗？”阿腾程局，程局终于没有忍住，狠狠地对着我的头来了一下。只见他咬牙切齿地开口：“你问他是谁？那个恶魔又是什么来头？”我连忙点头，还没等动作，却发现手机又震动了。于是我再次看向程局，局长，他回复了，说确定只有我能使用这个手机，然后他关闭了手机的短信功能。程局恶狠狠地瞪着我道：“我让你问那些有的没的，你现在就待在这里，哪也不要去，就看这篇小说，弄清楚这一切的根源。我先去开会。这么多的邪灵苏醒，而且目标是第7局，有些麻烦啊。要小心应对，你记得千万保护好这部手机。”我有种预感，他们的目标就是这部手机。说完，程局就要转身离开。程局，我突然叫住程局，我身上的异能究竟是怎么来的？程局转过身来，沉默着没有说话。我见状继续询问：23年前，一颗流星划过天边，随后这世上每个人都有可能在18岁以后觉醒自己的异能。我记得我最初的异能不是这个，是3年前才变成这样的。可是我不记得3年前发生的事。这上面说我的异能是被世界意志承认并改造的，是不是和3年前的那件事有关？程局低声回道：“叶小凡，当年那个人离开的时候，消除掉你的记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原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说完，程局转身离去。我坐在椅子上，深吸一口气，点开这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叫安可，是一名在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故事就从他11岁那年开始。那一天晚上，贪玩的安可在深山里迷路，于是就迷迷糊糊的在一棵树上睡到第2天天亮。天亮后，他顺着山路下山去上学。可是玩了一晚上的他根本没有做作业，于是他随手拿起一本作文书开始抄作文，却不想慌乱中抄错题材。我想成为一只小鸟，在蓝色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大家的梦想是当科学家。老师，就你想当一只鸟是吧？那一天，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朗读他的作文，狠狠地嘲讽他，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然而安可没有意识到，这才是整件事情的开始。因为第2天，他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一只鸟，他慌乱地在空中扑扇着翅膀，发出惊恐的鸣叫，直到1天后才恢复原样。于是他慢慢发现，他似乎有了一种能力，那就是他写下的东西，只要被人看到，那就会慢慢地照着他写的那样演化，但是需要遵守一定的逻辑，效果也没有第一次那么明显。比如他写自己能捡到1万块钱，可最终只能捡到几十块钱。他写自己的同桌变成小狗，同桌也并没有变成小狗，只是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狗叫。这样的变化最初让安可感到害怕，可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他开始用这种能力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因此他过得顺风顺水，一路考上当时国内一流的大学。终于在他18岁那年，一个恶魔找上他，恶魔对他说，自己早就跟他签订契约，恶魔赐予他改变世界的能量，让他享受世间的繁华。作为代价，他要在自己21岁那年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彻底献给恶魔。恶魔还说，现在只剩下3年，让他好好享受剩下的时光。3年后，他将来取走他的身体和灵魂。安可最初是不信的，因为他根本不记得曾经和恶魔签订过契约。不过后来他开始怀疑，也许自己真的无意间被恶魔欺骗，签下过这个契约。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日日消沉起来。随后故事迎来一次转折，安可无意间卷入一场厮杀中，于是他认识第7安全局的一名探员，名叫程安。当我看到这的时候，眉头一皱，没想到程局的名字竟然出现在这里。而且我记得第7局在世界上没有异能者之前，就叫第7安全局。这么看来，这个程安很可能就是程局。我继续往下看，当时安可和程安在一辆车上躲避杀手的追击，身后是紧追不舍的2辆车，眼见着自己就要被追上，安可只得向程安索要纸和笔，可是程安根本就没有携带纸笔的习惯，于是安可只得拿出了几个手机，在手机上敲出，在我左边追击的车将侧翻落入悬崖，右边的车将撞上路边的大树损毁。安可举起手机，让正在开车的程安念出这句话。程安最初以为他疯了，可在安可的坚持下还是念出来。随后让程安震惊的事发生，这2辆车真的像安可描述的那样，
双双损毁。程安意识到安可的可怕，就将其带回去。安可从此加入第7安全局，开始用自己的异能为官方做一些事情。当档案室的门再一次被打开，我看到程局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他的衣服有几处破损，头发也有些凌乱，显然刚刚跟人干仗，而且吃了些亏。我很疑惑，程局的精神异能连自己都很难对付，这世上究竟有什么人能让他吃亏？程局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叶小凡，你的异能现在剩下几成了？我吃惊，什么剩下几成？我一直待在这里，从来没有消耗过啊。程局眉头一挑，也就是说，你的异能并没有被削弱。原来就在刚刚，全球的异能者都惊恐地发现，自身的异能竟然在飞速的消失。目前只有 A 级以上的还尚能发挥出一部分异能，A 级以下的已经全部失去能力。随后，大量的恶灵降临第7局，被大幅度削弱的第7局吃了一个大亏，在刚刚的对决中损失惨重。可是我的异能却并没有丝毫的削弱，难道是因为短信上说的我的异能被世界意志承认过，所以并没有被削弱？想到这，你连忙道：程局，那就让我上吧，我还没有被削弱，我还是全球第3，那些恶灵再强大也不会是我的对手。可程局却拉住我，一脸的严肃：叶小凡，这是一场恐怕足以毁灭整个异能文明的灾祸，而你是破解这场灾难的关键，所以所有人都可以上，唯独你不可以。如果你出了事，等待我们的将只有灭亡。见我安静了下来，程局继续开口：你在小说里发现了什么？我将小说里的内容全部告诉程局，他顿时皱起了眉头。第7局之前确实叫第7安全局，我之前确实也是一个探员，可是小说中说的事情我完全想不起来。我闻言也皱起眉头，短信上说过程局是唯一可信的人，那么程局应该没有对我撒谎，可是小说上记述的事却并没有发生过，这是为什么呢？程局对我严肃道：接下来你就继续看小说，一定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让李阳下来保护你。说完他就开始呼喊李阳，我连忙阻止：程局，李阳只是 A 级，现在应该被削弱得不到 A 级了，接下来我肯定是恶灵的重点攻击目标，您没有必要让他来冒这个险。程局却没有说话，等李阳来了以后，才从兜里拿出一张纸交给李阳道：李阳，这张纸是曾经一个无比强大的存在为你量身定制的，它可以让你的异能得到极致的升华，但是那个存在也说，当你使用超脱你极限的力量之后，等待你的将只有死亡，所以它对你来说就像是一朵绝美的烟花，点燃绽放后也将快速的熄灭。李阳闻言郑重地接过这张纸，程安继续道：现在我交给你一项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叶小凡，因为他是能破解这一切的关键，哪怕用你的生命，你能做到吗？李阳坚定地点点头道：我明白，必要的时候我将牺牲我的生命去保护叶小凡的安全。恶灵又一次来袭，程局带着剩下的 S 级王牌再一次杀出去，虽然外面仍有其他 S 级王牌在拼命赶回来，可是我知道如果不能尽快破解这一切的谜团，哪怕再多的 S 级填进去也是没有用的。我继续看小说，安可在剩下的3年时间里，开始频繁地帮第7安全局办事，运用他的力量扫灭一个又一个邪恶组织，而第7局的专家也帮助安可分析他的异能，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当安可写下的东西被越多的人看到，那么发挥的力量也就会越大，甚至可以完成一些理论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如安可第一次使用能力时，被全校师生嘲笑他的作文，于是他真的破除规则变成一只鸟。知道这个规则的安可，想起终究会来取走他身体和灵魂的恶魔，脑海中萌生一个大胆的念头。安可在网络上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就叫《星纪元第一个异能者》，这里面详细的记录了他和恶魔之间发生的故事。这篇小说一在网络上发表，就收到了大家的好评，甚至被翻拍成电影，在网络上传播。于是3年之期已到，恶魔如约而来，开始收取安可的身体和灵魂。而在恶魔占据安可身体的时候，安可也终于想起11岁的那个夜晚发生的故事。原来在宇宙深处诞生一颗金黄的果实，传闻吃下这颗果实的人就拥有创造世界的力量。一个异界的恶魔无意间发现这颗果实，可是因为它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法拥有这颗果实。一天晚上，一个少年突然闯入这颗果实所在的地方，于是恶魔诱导少年吃下这颗果实，并且和少年签订协议，10年后他将来收取少年的身体和灵魂，这样恶魔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用这个世界的身体占有这足以创造世界的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可在树林苏醒后拥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原因。可是安可也并不是毫无反抗的机会，恶魔做的最蠢的事就是半场开香槟。他在契约只剩下3年的时候，没忍住跑到安可的面前炫耀，于是安可提前找到破局的办法。在安可的小说中，少年虽然无法对抗和恶魔的契约，但是在恶魔占据他身体的一瞬间，释放自身创世的能量，化作一颗流星落入这个星球，从此少年和恶魔双双陨落。但是这颗星球却因为吸收创世的能量，开始诞生异能者。小说上说，不是安可不想让自己在结局中活下来，而是每当他动笔这样写的时候，冥冥中就会有一股力量阻止他。原来那恶魔的力量太强大，连足以创世的力量也只能和他同归于尽。可是哪怕是这样，也不能彻底杀死这个恶魔。恶魔陨落前说出预言，终有一天他将归来，因为这世间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就是永远不死不灭的。于是安可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发动自己的力量，让世间的所有人都忘记那篇小说，也忘记了安可在这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所有的秘密都被他存在这部陈旧的手机中。看完这些，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很多事情似乎可以解释得通。安可选择牺牲自己和恶魔同归于尽，创世的力量进入这颗星球，于是23年前开始，人们开始觉醒自己的异能。安可为了阻止恶魔的复活，让所有的人忘记当年的事情，所以程局根本不记得自己曾经认识安可。
而当我打开手机的那一瞬间，恶魔重新被世人所记起，于是他开始复苏，收回已经属于他的那颗黄金果实的能力。所以全世界的异能者都开始丧失自己的异能。我想要继续看下去，却发现后面的内容我根本看不到。这个时候，手机又震动起来，一条短信映入我的眼前：尊敬的叶小凡阁下，很开心您看完了当年发生的事情。我想现在您应该已经大概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年我写下这篇小说，却并没有彻底毁掉它，就是因为恶魔注定会再次苏醒。与其让他以我想不到的方法苏醒，不如就让他按照我的方式来苏醒。我在当年留下了后手，我将我自身能力最核心的一部分交到一个人的身上，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异能天赋的人，甚至超过我。而这一切的后手，我也写在小说中。之所以您现在看不到，是因为一旦在翻盘绝杀前让您看到，那么恶魔也将看到，我留下的后手就失去作用。现在去找程局长，只有他知道我留下的后手是谁，找到那个后手就能复活我，彻底消灭这个魔王。最后很遗憾地告诉你，当您看完上面这段话的时候，这个恶魔将彻底的苏醒。当年他占据全部的创世能量，所以当他苏醒的时候，这世上所有的异能者将彻底失去异能。现在快去救下你们的局长吧！最后一句话让我的毛孔倒立，我周身的异能喷涌而出，直接冲破档案室，直奔程局而去。当我冲到程局身边的时候，地面上除了程局，已经再也没有站立的活人。整个第7局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我扶住颤颤巍巍的程局道：“李阳，带程局走，我来拦住他们。”程局还想说什么，却已经失去力气，只能任由李阳扶着他向身后跑去。我看向眼前，只剩下3个 S 级的恶灵，足可以见刚刚的战斗有多惨烈。第7局拼光所有精锐，将那漫天的恶灵打得只剩下3个。我的异能开始涌动，它的名字叫诛魔，拥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尤其对这种恶灵最为有效。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只见一个恶灵手一挥，几名身穿白袍的祭司就出现在我的身前，他们周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芒。光明教会的人，我心中暗骂，没想到教会的人也投靠恶魔，而他们那周身光明的力量足以让我的异能削弱30%左右。紧接着，3个恶灵开始发动他们的能力。当他们能力发动的一瞬间，我就感到自身的细胞在被疯狂破坏。可是明明他们只是原地发动能力，什么也没干啊！我明白了，这3个恶灵都是概念类的异能，是最为强大的那一类异能。其中一个是，当有目标对我有敌意时，他将立即嗝屁；另一个是，当我对某人不满时，他将立即嗝屁。我疯狂地涌动自身异能，来抵消对面强大概念的抹杀，然后一道强大的能量离体攻击最后一个恶灵。然而我拼尽全力的一击，竟然被他轻飘飘的挡下。概念类异能，当我受到的攻击力量越强，我受到的攻击力量越小。我毕竟是全球第3的异能者，仅仅一个交锋，就大概分析出眼前3人的异能。麻烦了，这些概念类的异能，如果在平常1对1，凭借我强大的异能力打败他们不难。可是今天他们一拥而上，再加上克制我的光明教会祭司，让我仅能发挥出平常1成的力量。看来今天我没法轻易的离开了。果然对面的恶灵出手了，仅仅只是一道能量波，我便被击伤倒地。恶灵阴恻恻的笑，全球第3不过如此啊！就当恶灵要结束我的生命的时候，一柄长剑凌空而来，拦住冲上来的恶灵。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相貌姣好的女人正漂浮在空中，周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势。沈若曦下，我惊呼出声。是第7局在外面的最后一支支援到了。我想起若曦的异能，消灭一个真正恨上你的人时，自身获得1倍的强化。所以现在哪怕若曦失去异能，可是她的身体是被强化过的，她仍然拥有 S 级的战力。若曦看了我一眼，冷漠道：“第7局的人还没4决呢，这里还没到你上场的时候，回去做你该做的事。”我对着若曦点了点头，挣扎着爬起身去追程局。当我追上程局的时候，他一脸严肃地看着你：“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那里他们无法攻破我。”程局、李阳，第7局目前仅剩的3个人，坐着一辆电梯，飞速地向着地底下坠落。大概过了10几分钟，电梯停下，我们走出电梯，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冰冷的房间。我喃喃道：“这里我好像来过。”程局看了我一眼：“你确实来过，你和李阳都来过。这里曾经封印着天底下最强的异能者，这个房间就是他造出来的。那些恶灵根本别想打破。”我们冲进房间，然后赶紧关上门，这才松了一口气。房间内，程局听完我的讲述，皱起眉头，他思索了一会儿才开口：“安可留下的后手。”他说：“只有我能知道。”那么我想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他说的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曾经全球第1的异能者，你可以叫他魔前辈。闻言，你疑惑出声：“程局，可是我记得您说过，魔前辈前往其他世界。既然现在一切破局的关键就是找回他，您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程局回道：“我的力量不足以前往其他世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办法联系上他。非要说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什么？程局您快说。”一旁的李阳着急了。程局看了李阳一眼道：“记得我给你的那张纸吗？那就是魔前辈给的，那上面有他的印记。如果你发动那张纸，他就一定能感觉到，然后回来解决这一切。”听到这话，莫微微皱眉。而一旦发动，就意味着李阳的死亡。是马程局。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撞门声。我们从窗户向外看去，只见若曦已经躺在第3地上，旁边是那3个邪灵。很显然，若曦也并没有阻拦他们多久，她也战败了。李阳深吸一口气道：“程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我的生命去换回那个最强的异能者。”程局，我想说，我不后悔跟着你，下辈子我还要进第7局，
说完，李阳发动那张纸上的能力，而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个全球第一的异能者的能力是什么。改变异能简介中的一个字，只见李阳原本的异能召唤火之领域焚烧一切，瞬间被改为召唤火之神域焚烧一切，前所未有的强大能量涌入李阳的体内。李阳咆哮着冲向屋外的恶灵，而一段段记忆碎片也在我的脑中重新浮现。那是3年前发生的事，那时魔前辈将自己封印在地底的这个房间中，而可怕的深渊一直降临我们的星球。程局让我和李阳下来请魔前辈出山，当时我的异能是秒杀一切的申请，属于没有什么用的异能。魔前辈告诉我，没有用的异能，每个人都会有他的闪光点。魔前辈和深渊一直对拼，探出他的底细，自身能量几乎全部耗尽，只能够再发动一次异能。他将我的异能改为秒杀一切的深渊，最终由我将深渊意志消灭，而我也因为解决灭世的危机，获得了世界异能的反馈，将我的异能晋升为诸魔。当我想起这一切，我感受到一个身影出现在我的身后，我转身，魔前辈，来人正是从其他世界赶回来的魔前辈。他笑着看着我，都想起来了。我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见魔前辈一巴掌打过来。听说你跟人说我死了？我讪笑，误会。魔前辈又笑着对着李阳喊：李阳，别打了，回来跟我唠唠。李阳显然也想起了当年的事，他头也不回的怒吼：前辈，好强大的异能，我这辈子都没这么爽过，反正我快嗝屁了，就让我过过瘾吧。魔前辈笑骂：我那是骗你的，什么透支力量就会死亡，我给你的力量，就算是神也夺不走。当我全球第一异能者的名头是吹的吗？回来吧，你没事，嗝屁不了。李阳愣了一下，他感受着自身的状态，确实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他飞奔回来。魔前辈，牛蛙！魔前辈看着眼前的3个恶灵以及一众白衣祭司问我，就他们把你伤成这样啊？我惭愧，前辈，他们的异能太克制我了。魔前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怎么了？他们找几个不是魔的人，你就不会诛了？你啊，还是没明白异能的精髓。所谓诛魔，那就是审判一切罪恶。我管你是啥，我说你是魔，你就是魔。说完，他手中涌起和我一样的异能，只见他对着我说：看好了，我只用一次，这招叫我是你爹，给老子嗝屁！强大的波动笼罩了恶灵和白衣祭司，原本被克制的诸魔异能竟然没有丝毫阻碍就粉碎他们的身体。魔前辈看向我，看明白了，再不明白。李阳的异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全球第3的位置不保啊！就在这时，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笼罩而来，我知道那个恶魔降临了，最终的决战将要开始。降临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如果不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让我恐惧的气息，我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恶魔的本体。恶魔降临的一瞬间，就看向魔前辈，他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声音沙哑而有磁性：是你。你们的计划很有意思。魔前辈上前一步，他的身上散发出磅礴的气势，将恶魔的气息阻挡在外。没错，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这位阁下怎么称呼？恶魔和煦的笑了笑，你可以叫我鳄鱼，你看起来很轻松，看来你们觉得今天吃定我了。魔前辈面不改色，鳄鱼阁下看起来也是信心满满啊，不如进来坐一会儿，如何？说完，魔前辈转身看向身后的那个房间，鳄鱼看了看那个房间，微微一笑，这个房间也很有意思，和你身上的能力都很有意思，虽然它本来该是我的。好啊，既然你邀请，那么分胜负也不急在这一时，我们就进去坐坐。说完，鳄鱼大踏步向房间走去。魔前辈看了我们3个一眼，走吧，我们也进去。见我还有些犹豫，他微微一笑，放心，你还不相信我吗？既然我回来了，今天我们就输不了。房间内一张长桌，我们4人坐一边，鳄鱼坐一边。鳄鱼主动开口，他叹息了一声，说起来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当年没有忍住，跑到安可的面前炫耀，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情。鳄鱼悠悠的眼神看向我们，我很好奇，安可当年在小说的最后究竟留下什么伏笔？他究竟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复活他自己，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今天打败我？魔前辈闻言一笑，安可阁下的智慧实在是令我推崇，在这场跨越了20多年的博弈中，他是绝对的主角。说到这，魔前辈坐直身子，安可阁下当年在小说写到结尾的时候，发现你身上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他根本没有办法将你写嗝屁，哪怕他和你同归于尽，你最终也一定会复活。为了将你彻底的消灭，他制定一个计划，共分为4个部分。鳄鱼闻言，手指轻轻的在桌面上敲击，他露出洁白的牙齿，愿闻其详。魔前辈托着腮看向他，这第1个部分就是要找一个被世界意志承认的人。鳄鱼想了想，点点头，很有道理。你们打败我的所有底气都在那篇小说里，按照安可的能力，看小说的人越多，小说修正现实的力量就会越强大。但当年那篇小说被所有人遗忘，小说一旦被重启，我也会立即苏醒。你们没有时间让那么多人重新阅读，自然也发挥不出那篇小说的作用。可是被世界意志承认过的人不同，他看过了，就等于整个世界都看过了，这篇小说修正现实的力量瞬间就会被发挥到最大。魔前辈回道，没错，当年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创造一个让世界意志认可的人。最初我想到的是程安，他是这颗星球上异能者的领袖，可他身上个人的意志太重，这让我一直没法成功。说到这，魔前辈看了一眼程局，不过后来深渊意志来袭，我遇上叶小凡，我巧妙地利用叶小凡的能力打败深渊意志，让他得到世界意志的认可。从此我们的计划完成了第1步。鳄鱼道，很好，让那篇小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眼下看你们确实成功，那么第2步呢？魔前辈继续道，第2步那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最起码在那篇小说最后的作用发挥前，我不能回来。鳄鱼问道，能详细说说吗？魔前辈道，其实这个很简单，那就是最终决战前非常关键的一步，提升自己，削弱敌人。当年你其实已成功的夺势安可，所以理论上那颗黄金果实的所有力量都是你的，
只要你复活，你随时可以将那些力量全部收回，就像你收回那些异能者的异能一样。说到这，魔前辈看了一眼鳄鱼，见他点头，于是继续说，而安可当年将黄金果实最核心的能力语言权柄放在我的身，因此我离开这个世界的作用有2个，第一是将我的异能留在其他世界，这样哪怕我回来，你也无法取回那最核心的能力，相当于削弱你。第二就是这些年我去其他的世界学习新的力量体系，专门用来对付你的，只有这样的力量才不会被你克制，相当于增强我们自身。鳄鱼点头，很好，此消彼长，你们的胜率大大增加。那么告诉我第3部分是什么呢？魔前辈继续开口，第3部分就是叶小凡，在这个计划中，他是压力最大的一个，他必须在小说重启，你开始苏醒后，顶住全球异能者失去异能，恶灵进攻第7局的强大压力，及时的读完小说。能不能读完小说，是能否打败你的关键。当然我不会让他一个人扛这么大的压力，我一共留下3个后手帮他。话说我讲了这么多，你要不要猜一猜都是哪3个后手？鳄鱼思考一下道，第一个是那个叫若曦的女人，她的异能是通过消灭恨上自己的人来强化自身，所以哪怕我苏醒，收回所有人的异能，可她的身体是被强化过的，仍然拥有不俗的战力。我记得她可是你的前女友，你心可真狠啊，竟然让她干这种事。魔前辈一笑，没错，第一个后手就是她。说起来当年她曾经打算消灭我，可是后来我成了最强的异能者，我也就失去报复他的心思。这件事之后我也会复活他，就算是和他从此两不相欠。鳄鱼点了点头。第2个后手就是这间屋子，屋子里布满了你的力量，只要不是我亲自降临，叶小凡就可以躲在这间屋子里，我的手下绝对不可能打破这间屋子的防御。还有最后一个后手，就是你给李阳的那张纸，那张纸将李阳的异能提升到 S 级，而且由于上面有你的力量，哪怕是我短时间内也无法收回他的异能，而这段时间足够你赶回来支援了。魔前辈点头，没错，那是最后的保险，一旦李阳使用我给他的那张纸，就证明事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个时候哪怕叶小凡没有读完小说，我也必须回来救场了。鳄鱼笑了，此时他的眼神已经开始逐渐变得阴冷。很好，现在告诉我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吧。魔前辈的眼神也锐利起来，最后一部分就是启动那篇小说的力量消灭你。安可在小说的最后描写了天地意志苏醒，集合全宇宙的正念将你消灭的场景。说到这，魔前辈豁然起身，磅礴的战意开始在他的身边凝聚。正是因为我将黄金果实的核心能力留在别的世界，因此你这次苏醒后的力量是残缺的，而这一次就是彻底消灭你最好的机会。叶小凡开手机给鳄鱼阁下看一下他一直想看的小说的最后部分。我闻言连忙摁亮手机的屏幕，屏幕上那原本模糊的小说最后一部分开始变得清晰。也就在此时，整个宇宙似乎开始苏醒，浩荡的力量笼罩鳄鱼，那股力量凝聚了天地间所有的正念，让身为恶魔的鳄鱼根本无力抵抗，顷刻间就被包围起来。鳄鱼发出惨痛的叫声，他挣扎着怪笑着，很不错的计划，先是削弱我最强的力量，然后用小说去集合整个宇宙的意志，调动整个宇宙的正念来消灭我，这是多么天才的想法啊！说着他的眼神变得阴狠，可是你不明白，这样是不足以消灭我的，因为我是恶魔，是这天地间极致的恶的化身，正和邪永远是相依并存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消失。换言之，正或许会压制邪，但永远都不能消灭邪。今天我嗝屁了，明天我就会在宇宙的另一个角落里重生。鳄鱼的脸上露出得逞的微笑，你以为我为什么敢来？我就是要看看安可这张藏了20多年的底牌究竟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也许我今天会嗝屁，但那也只不过是再死一次而已。但你们将失去唯一一次彻底消灭我的机会，因为安可已经失去他的能力，他再也没有能力写出下一本能够消灭我的小说。魔前辈闻言叹息，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你忘了一点，那就是安可要打败你的决心。那3年，他每时每刻都在研究你，思考打败你的办法。魔前辈的手指慢慢抬起，所以他早就预料到今天的场景，并且为你准备了另一份礼物。现在你看看，再加上这些够了吗？下一瞬，无数的恶念开始在场中蔓延，冲向鳄鱼。鳄鱼的眼神终于开始惊恐，这是什么？魔前辈道，这是刚刚整颗星球上3000万被你夺去异能的异能者心中的恶念，他们失去了异能，失去了让人敬仰的地位，他们暴虐不甘，一个个恨不得宰了你。你要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人的恶念是与生俱来的，有时候人心中的邪念才具有最强大的破坏力，而这些力量也被安可写在他的小说中利用起来。小说中最后写道，恶魔会被整个宇宙的正念压制住，然后被无穷的恶念彻底吞噬。鳄鱼的身体已经开始崩溃，他不甘的怒吼，你们竟然用这样的手段，到底我是恶魔还是你是恶魔？面对他的怒吼，魔前辈淡然，消灭恶魔唯一的办法就是比恶魔变得更邪恶，这在我们星球叫原汤化原石。鳄鱼的声音已经逐渐变小，只听他在说，我不会被杀死，只要安可复活，那我就一定会复活，我们俩已经融为一体。说完，鳄鱼彻底泯灭在空中，一切似乎已经结束。我看着这一切，突然对魔前辈询问，魔前辈，安可前辈是不是不会再复活？魔前辈闻言转过身，饶有兴致地看向我，安可前辈早就已经嗝屁，一直在和我用短信聊天的，不是他，而是您对吗？魔前辈闻言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行啊，叶小凡，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得这么有长进，你怎么发现的？我回道，在我拿到手机的时候，手机上只有2/3的电量，但是他却告诉我是唯一一个可以使用这个手机的人，当时我就想，
既然当年安可前辈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他留下的这唯一后手，为什么是电量不满的状态呢？我当时发过短信，确定只有我自己能使用这个手机吗？得到的回复是是的，这就更让我反向的确定了，一定有另一个人在我之前使用过这部手机。不过我一直想不到这个人是谁，直到您出现，我发现这部手机似乎完全听您的控制。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一直以来和我聊天的那个人就是你。魔前辈闻言点了点头，没错，我确实是第一个使用这部手机的人。那时我已经足够强大，自然一眼看出了手机的不寻常，因此我没有开机，而是通过后台进去联系上安可的残魂。安可告诉我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当年在人群中相中我，将黄金果实最核心的能力给我，并将我写入他的小说，所以我注定会成为全球最强的异能者，最终代替他执行他的计划，彻底消灭恶欲。其实安可留下的计划一共有5个部分，这最后一个部分才是整个计划的核心，那就是安可必嗝屁。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彻底的融为一体，所以安可不嗝屁，恶欲一定会复活。而这一步的关键就是骗恶欲以为安可会复活，这样恶欲今天才会心甘情愿的去嗝屁。但是他不知道，安可早已经在我联系上他以后，就自愿放弃复活的机会。恶欲这次嗝屁就是真的嗝屁了，再也不会复活。魔前辈看着我长叹，这是一场安可、我还有你整整3代的异能者之间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我们同这个恶魔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博弈，并且付出牺牲安可生命的代价，现在终于顺利落下帷幕了。我叹道，确实是一场很精彩的博弈啊。只是我有一个问题，魔前辈，您是全球最强的异能者，可是您的能力却是安可前辈用自己的小说创造出来的，那么你们两个究竟谁才是最强的异能者？魔前辈闻言笑了，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安可一定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异能者。因为对付恶欲这种足以灭世的恶魔，虽然从来都是以恶才能制恶，可是不得不说，真正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的，还是安可那无私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事情结束了，魔前辈收回那部手机，成局，我还有李阳也开始重建被打得稀碎的第7局，一切开始逐渐回归正轨。在某个角落，魔前辈偷偷地拿出那部手机，只见那部手机上还剩下最后一格电量。魔前辈想了想，发出了一条短信：你安排的事都办好了，放心吧。手机回复：魔前辈犹豫了一下，发送：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复活你。良久，手机回复道：好。